一旦俄军选择在没有取胜的情况下撤军，对俄罗斯的军心、民心以及民族凝聚力而言，堪称毁灭性的打击。普京的权威将面临剧烈冲击。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程 Talk。提到梅德韦杰夫，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作为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他被视为普京的心腹大将，是特别军事行动的坚定支持者。近日，他在互联网上发文称，普京宣布俄方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被逼无奈的一个决定。这是西方向俄罗斯宣战的必然结果。此外，他表示，如果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前提之下，贸然停止这场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将因此不复存在，它将会被西方撕得粉碎，走向分裂。梅德韦杰夫的这番话是否言过其实呢？据悉，梅德韦杰夫的这番话是为了回击拜登在华沙的一次讲话。拜登称，倘若俄罗斯立即停止自己的入侵行为，俄乌冲突会随之结束。但是乌克兰人要是放弃反抗，那将迎来末日。梅德韦杰夫对拜登这番言论十分反感，认为其背离了事实，编造了一个精致的谎言去混淆视听。梅德韦杰夫表示，只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放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才会换来和平。当然，美俄政客之间的这种隔空骂战，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是结合当前的复杂局势梅德韦杰夫的表态就没这么简单了。作为普京的肱骨重臣，二人创造了美普时代特有的强硬外交风格。去年10月底，为了回应西方对俄罗斯军工产能见底的质疑声梅德韦杰夫高调出现在了位于乌拉尔的坦克制造厂和生产线上正在组装的特90M 坦克一同出镜，引起热议。这一次呢，他选择在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拜登访问乌克兰之际，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并且高调地告诉全世界，不是俄罗斯不愿意结束冲突，而是根源在西方。回到开头的话题俄罗斯如果真如梅德韦杰夫所说，在没有获胜的情况下停止这场特别军事行动，会让俄罗斯走向四分五裂吗？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一个参考，那就是历史上的中日淞沪会战。当时中日两军在上海也是陷入了长时间的鏖战，均伤亡惨重，却胜负未分。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突然做出撤退的决定，让上一秒还在和日军顽强作战的将士，因为没有收到具体的撤退计划而陷入慌乱，一场大撤退最终演变成大溃败，损失惨重。如今的俄罗斯很像当年的淞沪会战，倘若普京选择现在撤军，西方不会就此罢手。要知道，西方不仅送来了主战坦克、防空系统，甚至还打算送来战斗机。拜登还亲临基辅督战，这些显然都是为了反击俄罗斯做准备。现阶段的泽连斯基野心极度膨胀，已经不满足于收复开战后被俄军控制的领土了，对克里米亚半岛也是虎视眈眈，甚至不断策划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行动。西方的目标是一战彻底击垮俄罗斯，或者让俄罗斯陷入长期的战争消耗，加剧国内矛盾，通过颜色革命来培养分裂势力，最终瓦解俄罗斯。一旦俄军选择在没有取胜的情况下撤军，对俄罗斯的军心、民心以及民族凝聚力而言，堪称是毁灭性的打击。普京的权威将面临剧烈冲击。若真这么干，俄罗斯大概率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这可能真的并非是危言耸听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